所以原则把握住，有一件事情可能支持者也会感到有点疑惑，就是能源的政策。因为呢，总统府的那个永续的那个委员会里面，童子贤他不断的讲一些对于核能的支持这样子的力道，因为他认为说最重要要减碳啊什么的。然后我看到总统府跟行政院的回应，就是说大家就多讨论。但是你觉得会不会对支持者来说有一些信心动摇？就因为反核本来就是民进党的基本的态度。那现在越来越多这种声音，而且他又成为这个顾问，会不会对于民进党反核这样子的这个印象被摧毁？是朝向非核家园是我们在环境基本法当中23条它明定的，国家要迈向非核家园呐。但是核能的问题是，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发展先进新的核能技术。这个是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那未来会怎么样？现在也不知道。对，所以我只能说，我们对于新的核能技术采取开放讨论的态度。也许未来的新核能技术跟我们以前传统的核能技术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开放讨论它，甚至学习它，要不要接受它？那是未来可能是10年以后的问题。所以童子贤这样讲，并不会对你们造成困难。那现在包括董事长，还有这个其他的国内还有一些对。包括政党包括他们希望说我讲目前症结就在要不要让核3厂继续的，现在已经没有延役这2个字了，是重新启动了，因为他在核3厂的1号机已经停役了，对，已经除役了。那核3厂的2号机明年的5月17号，依照核管法，它也必须停下来，因为核管法是规定说，你核3厂如果要延役的话，必须在延役之前的5年，开始启动所有的安全检查步骤，所以现在要用核电就要变成重启。对，那现在我们也没有重启的程序啊，我们没有一个重启的程序啊。那如果立法院，我看到在野党就要求说什么不行，我不管，我就要修法，我要让你核电厂的这个使用年限往后延，这样可以吗？当然，立法院现在表决可以万能了，他可以表决说表决万能，把那个5年拿掉。对。你现在开始一个程序，但是到明年5月17号之前，核3厂的2号机也是要除役的。那你现在如果他表决到说好，他可以不用除役，你现在开始让他继续走，我想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保证，因为核电厂使用40年的寿命，它是一个高密非常精密的一个安全的要求啊。你说40年后再重新启动，第一个安全上大家没有办法帮助，第二个对当地的居民来看，国家跟他定的契约，我用这个核电厂40年之后我就不要，你现在就继续用，居民的反应是怎么样？这是国家跟人民之间的信赖保护原则。再来，我们现在没有一个重启的程序，那怎么进行都不知道。那我们可以尽速，如果他修法的话，可以引进国外的这些相关类似的这些经验，我们来这里是可以的。但是就台电跟技术专家的说，就算现在我们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安全检查的时效，也可能要到3年，甚至到5年。这3年5年，除了检查它所有的设备机具所有的这个安全性之外，还要做地层、地质、断层带的检查，还有就是它原来的设备，经过40年了，如果要更新，买不买到相关的设备？如果买不到，你也不用谈了。所以可不可以这样直接下结论，就是说，至少在未来的多少年之内，台湾不会有这个重启核电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假的议题。未来的3年半到5年之间呢，很难看到这个除非技术上有非常大的突破。那现在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程序嘛。对。但是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大的责任在于未来3年半到5年之间，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说的到2030年之前，我们要确保台湾供电无虞。2030年之前，我们现在很多，你包括那个大林电厂、兴达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还有未来台北的等等一些电厂，大潭电厂等等，接下来之后到2030年之前，我们是够的。因为我们算出来到2030年之前，台湾所增加需要的用电量是700万千瓦。但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电厂，
如期完成之后，它会突破920万千瓦，所以我们是够的。所以就算大型运算中心要在台湾做都够。这个大家你就问到问题的核心了。很多人就说，你这个70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何时算出来的？是在 AI 兴起之前算出来的，还是 AI 之后算？我说这个是 AI 兴起之后算出来的。那你那时候算我们有所已经有余裕了。后来这几个月当中，我们请台电重新再算一次。真的重新再算一次，他说还是在这个700万千瓦是够的，真的是有重新再算一次哦，好，所以如果他算出来的这个用电的增加的需求是700万千瓦，那我们未来那几个电厂，我们可以达到920万千瓦，大家应该安心。甚至我们如果算到2032年、2033年，我们可以增加的电厂更高达1786万千瓦，增加出来的哦，整个加起来了。那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会比较紧张？就是说，你看我们的核三厂。以及我们几个其他的，像台中火力发电厂等等，我们在2026、25、26、27这几年啊，是我们旧有电厂除役比较多的年代。很多的旧有电厂都在这个时候要除役，那新的电厂要接起来。对。所以这个时候的变化就比较大。其实过了2027、28之后，我们就比较稳定了。所以这几年是比较紧张是没有错，但是这个紧张是说接续上的紧张，不是用电量需求。用电量并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一直要求，总统也一再要求经济部要求台电，所有的现在的我们的新建中的电厂，甚至民营的电厂，一定要完全照时程接续的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很担心的是电厂的设备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不要让它产生任何的状况。所以接下来又变成另外一个讨论话题，就是说，好啊，那这个支持核能的人士就会说，因为我们目的要减碳啊，所以最近的台中火力发电厂是不是在减碳这件事情上面跟行政院杠上了？然后你说的这个碳要减多少，可是结果还是一直在烧啊，烧燃气呀，燃气也是烧啊。它的减碳从2013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从1800多万公吨减到1200多万公吨，减了600公万吨，比例上是高的。那空污的排放也先从39000多公吨降低到1万多，所以它减空污的量的降低是70%，是相当大的。但未来大家期待的是，那火力发电厂那几个烟囱能不能不要继续排放？对，所以我们在进行26年跟28年会有2个新的燃气电厂，建设好，所以建设好之后，我们就会拆掉2个燃煤电厂，拆掉哦，然后另外把2个燃煤电厂当作备用，所以备用就是不开的意思啦。对，所以10减4嘛，拆2个备用2个，剩下6个嘛。那这是26跟28年之间的，到31年之后，31、32、33、34这4年当中，每一年会有一个燃气电厂，设备好，那当地的居民跟一些专家就说，那你32年之后要不要把它全部它拆掉？对，那前一阵子的环评会议是说，那6部的燃煤电厂就保留做备用机组，跟前面这个一样。那前面这个机组也会拆掉了，这个2个备用将来也会拆掉了，就是就会拆掉4个，保留6个燃煤电机组当做备用。那所谓备用，就是当真的有国安呐、有大的这个天灾地变的时候，真的很需要的时候，它才会发。同时，它1年一座发电720小时是固定的，超过一定要地方政府同意。那它只是平常做一些检修的工作，所以它的用煤量会从现在1000多公降低到每年10万公吨。那是等于是最低了哈。但是我那天去到台中，我特别跟台中的当地的包括议员啊等等，我跟他们说，我们在32年之后，当我们4个燃气机场加上前面这2个6个燃气机场全部建设完之后，环评告诉我们可以保留6部。我们基于尊重环评意见专家的意见，我们现在做这个决定。可是32年之后，我们真的有机会、有能力、有准备，继续检讨后面的6部能不能再拆掉几部。就是不需要保留那么多嘛。再拆掉几部 ，UB 的不用到6部，就是能尽量拆就尽量拆。因为现在看起来台中市政府真的很坚持，不行，你要给我拆掉，你不拆掉我就不相信你，不能先拆。包括以前中央政府跟他们协议就是建一个燃气拆一个煤，现在也是一样啊。你看26、26我们会建2个燃气，我们就拆2个煤啊。
再用2个备用啊，等于是2个备用就拆掉4个了。那人家说，那你为什么2个？因为那个燃煤机组是2部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拆1部，所以2部是一起拆的。要拆就只能拆2部，你不能说我拆第3部，那第4部也拆，所以我们拆掉两部燃煤机组，保留2部做备用，那等于它就是不用了，就等于是剩下6部在发电了。啊，到32年之后，我们4部。后来的4部完成了，这等于6部燃气机组了，完成了，这个完整不会再增加燃气机组了。那后面的6部我们就来检讨，我们真的可以再往后。那可是因为上个礼拜吧，我记得不知道哪一天啊，就是整个空污很严重，然后台中那边的这些地方的网络平台啊，就会 po 那种照片，哇，你看整个都像是灰茫茫的，然后就觉得就会给这个永和人士一股强竞争，说对，我们就是要用核能，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不管燃气或燃煤，它都会造成空污。对，那这对行政团队来说压力会不会很大？第一个，空污的造成我们都知道原因很多，但是任何原因，我们都对于居民的生活品质，我们都跟他同理心。国人不应该在这种环境底下，但是空污的造成有的是移动性的污染源，有的是境外飘来的，有的是我们自己产生的。但是对居民国人在这种环境底下，政府当然就是责无旁贷，要把它改善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嘛。但是我们刚谈到说，那我们现在如何去改善它呢？我们就是用气换煤做这个桥接的工作，赶快把它换过来。所以现在是一个桥接的阶段。对。按理说核能的话，我一直说核能有很多隐性的成本就是未来的核后端核废料的处理，到目前连核废料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放在我们离岛地区。你光是新北的这个核电厂，它的核2厂，我们要盖一个干式的储存槽，把它拿出来，地方政府都意见卡了很多年，很多啊。你说这个怎么会有可能再去要求地方政府跟居民说同意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就算同意了，我们未来还是要花很多的经费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个都不能计算在现在的核电发电成本当中啊。现在有委员说，你看核电只有2块多，绿能有4、5块。我说，如果你加到后面这个成本，那最贵的是核能，对，最贵是核，对。但是我想是这样啦，政府如果能够确保供电无虞这个是第一要件，我们才能有资格去谈其他的啦。那现在我们往这个方向走了。那台中那个事情，有人也跟我说，你现在就决定3个年以后再拆掉几部燃煤机组，让地方。对啊。但是我说，那我就凌驾那个环评的专家意见了嘛。人家刚做这个意见，你回头说不要，我马上多拆2部。那这些专家置于何地？但那个时候我们6部机组完成了以后，我们看看现状，看看我们整个台湾的用电需求，看看民营电厂是不是接续，我们就有可能再拆几部。那个时候就不是现在环评专家，我们跟他意见相左。可是院长，大家希望政治不要凌驾专业，这就经常要求我们这个样子。有经常要求我凌驾专业。可是你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但是因为总是会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嘛，然后就会变成说，你看这个台中市长就会感觉跟行政院杠上啦，这个做一些政治上面的角力。那这种状况怎么办呢？你能够说服市长吗？我完全了解地方首长的讲法、想法、做法了。好，他一定要满足他的市民，保护他的市民嘛。但是任何一个有志于未来往中央发展的人，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出气度跟他的心理的状况了。赞，这个是标题。好，下一题。感谢院长今天给我了一个金句。好，那电都够这件事情，至少2030年甚至到2033年，其实我们都够。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绿电其实蛮努力的，然后它也很努力在发电，不管是冬天的风或者是夏天的太阳，但是因为这也被在野党攻击，你看吧，就是因为民进党要绿电，所以里面有很多蟑螂，里面有很多藏污纳垢，就被通气了。那这些都会蒙上阴影，那怎么办呢？没有错，在绿能的发展这个议题上面，赖总统现在在推动我们第2次的能源转型。第2次能源转型一个就是多元发展绿电。第二个就是
深度的节能，第三个是科技的储能，第四个是强化电网韧性，对，好，这几个下来，在发展多元发展绿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接续过去蔡总统8年，事实上有所进步了。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本来的那个发电配比是50、30、20，燃气50%，燃煤30%，绿能20%，现在我们把它倒过来，燃气50%，绿能30%，燃煤降到20%，这是我们对空污的要求，也是在发展绿能当中，我们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啊。但是发展过程当中，大家都看到了出现那个所谓的绿能犯罪，对，所以我们就非常痛心。好，在原来可以好的国家政策当中，却让这个上下其手产生这个部分。所以8月份我去到台南的时候，我们就做下了4个原则。第一个，整个过程要让它透明化，流程让它透明化。再来，这个整个申请的程序要让它简化、简易它的申请程序。再来，我们设一个检举的平台，我们欢迎、鼓励也保护大家来检举这些绿能犯罪。另外，中央、地方跟司法单位成立一个合作的绿能犯罪的平台，所以我们陆续在开会。好，这个我们建立了这个东西。所以建立了一个这个检举平台之后，有任何异状，直接跟着平台检举。对，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地方的，包括议长啦、议员啦，对啊，现在都有一些涉案，好被侦办当中。另外，最近我们又开了一次会，我又提了几项原则。第一个就是，现在到各地设一些太阳光电板，有些地方土地的面积太小，会影响到周遭环境的，我们就放弃，不鼓励也不开放。你都自己要设的，那没有问题嘛。不鼓励厂商去做这个大型开发，我们情愿找一些比较适当的、抗争性比较少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说，厂商的责任是什么？他只是赶快把这个工程完成，替国家的绿能政策完成而已。但是我们现在就让厂商去面对地方的势力，不光是民代啦、议员啦、地方人士啦，还是官员啦，厂商要面对他就可开出很多的条件。我说不行，厂商没有公权力，中央政府直接介入公权力，甚至要求检调单位直接介入。好，你要协调过程当中，我们要替你去做好这个设计整个制度啊，不要让你跟民众之间、地方人士之间做一些无理的要求，所以我们设计好之后，我们就保护双方。第三个呢，保护渔民跟农民。我觉得国家发展政策这是整体需要，但是渔民、农民能够来配合国家的政策，把他的土地拿出来共同种电共用的话，那给渔民、农民的权利要保障好一点。所以我要求重新再设计，给渔民、农民的这种权利，包括租金条件、权利，该给渔民、农民的，我们尽量放给渔民、农民。这样会不会减少大家在这个上下调整空间当中可以上下其手？所以院长，你的意思是说，接下来的这些中央要借主导的这个公权力进去。那所以跟地方人士的这些，就是业者跟地方的民代之间的这些，就会变少了，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了。就让他不敢这么肆无忌惮，至少公权力在后面，检调机关等着。因为我们已经设立那样一个平台了嘛。那么犯罪我们也抓了好几个这个有犯罪事实的。那未来有我们继续处理，包括以前发生的，现在有几个台盐绿能，我们很痛心这个事情。也是互相之间任何的勾结了那这个我们就很痛心。那未来这个事情就是第一时间发现，全部要介入，公权力全部介入，司法机关要展现它的效率。那最终那个就给农民渔民好一点的利益权利给他们，那他们就不会一直受到地方人士那么大的一个左右，甚至对他们来讲比较乐于跟国家政策来做合作。所以我们我们要提出3点这个做法。好，所以这件事情原则上应该可以逐渐减少这些坏分子在那边赚这些财，这一定要彻底的遏制所以中央必须要介入，然后检调要介入，先做一个预防，然后
导正接下来的这些工程。